馬雷斯卡用自己的肉身給大家放了個煙花，這相當於老婆每次跟你吵架都提醒你，哎，我正在跟隔壁老王洽談呢，如果他跟他老婆離婚，我倆到時候也離婚，我會改嫁老王，你準備一下。所以誰能忍得了？好的，兄弟們，感謝大家對我的支持，希望大家多點讚多評論。咱們的最大特點就是播放量一般，可是點讚率極高。所以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明天再見，朋友們，新年1月1日元旦呀！英超4場比賽3場都是0-0，什麼原因呢？當然是因為老 K 昨天搞忘了要預測比分，所以明天的比賽老 K 先預測一下。卡利亞里對 AC 米蘭，當然看好米蘭不敗。其實這種預測純屬娛樂，如果老 K 猜輸贏，那長期看勝率只有33%，而老 K 猜不敗嘛，長期看勝率應該是66%左右。只要是老 K 的勝率比66更高，那就說明猜的還比較準。大家有什麼建議都可以在留言區提意見，咱們慢慢來。這個節目就是做給大家的。一直以來我們的點讚率極高，雖然只有1萬多的播放數，但是點讚每都有400多。所以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感謝大家的點讚、評論、熱推和分享，非常謝謝。好的，今天的英超竟然全部打成0-0，什麼原因呢？當然是因為老 K 昨天忘記了預測。老 K 沒有預測誰敢進球，誰也不敢進球。3場英超，利物浦0-0戰平利茲聯，熱刺0-0戰平布倫特福德，曼城0-0戰平桑德蘭。真的，老 K 前2天有非常強的預感。阿森納在挺住了曼城身後的巨大追擊的壓力之後，暫時將分差拉大到5分之後，曼城可能就真的跟不上了。果然，現在19輪戰後，曼城已經距離阿森納4分，本賽季阿森納的聯賽冠軍已經在望了。今天另一場英超，水晶宮主場1-1戰平富勒姆。那麼今天利物浦對利茲聯隊的比賽，利物浦還是主場，對方是排名第16、瀕臨降級區的利茲聯。最後一場0-0的悶平，利物浦也成為了本賽季在英超首支在主場對陣利茲聯卻零封的球隊。最近利茲聯已經連續6場英超比賽保持不敗，成績為2勝4平。怎麼形容這場比賽呢？還是老 K 過去說過的那句話，這一支利物浦確實是老 K 看了這麼多年最差的一支利物浦，就像今年這支皇馬也是過去10幾年最差的一支皇馬。利物浦的比賽現在能看到什麼？中場沒有創造力，沒有爆點，總是在瞄邊，就是在外面把球倒來倒去，時不時還要丟球權。恩古莫哈最後只上場了10分鐘，在我眼裡卻是全場最佳。斯洛特根本沒有解決利物浦的進攻端只有寬度卻沒有層次的問題，說白了就是戰術不行。過去用了克洛普的打法拿到了英超冠軍，就覺得自己牛了，自己的打法沒問題了。結果一遍又一遍證明，斯洛特的打法就是一大坨，而且還換着花樣去證明自己那一大坨的東西確實不行。體現出來就是左路扎堆，右路單幹，然後進攻戰術就是看定位球，范戴克能不能頂到。換人的感覺也永遠是根據比分和情況線來想，從來沒有做什麼預案，沒有留什麼後手。像今天對面利茲聯的主教練敢把主力前鋒和邊鋒留在最後，打你70分鐘以後的體力差，打一場亂戰。可是利物浦的換人呢是什麼東西呢？替補球員平時不讓人家上，最後的時間來扎堆，還想學大巴黎恩里克的雙邊鋒，斯洛特調教出來的戰術打出來像那個雙邊鋒嗎？進攻真的把利物浦球迷看的是心如死灰。上賽季因為薩拉赫太強了，確實很牛逼，而這個賽季因為薩拉赫不行了，確實就打不贏。而且上賽季還有路易斯·迪亞斯，有若塔，有阿諾德，再加一個薩拉赫踢出了金球獎的表現。我記得有些時候上賽季的比賽，如果對方凍結了薩拉赫，那麼利物浦的進攻威脅幾乎就降為0。所以去年用克洛普的套路，可今年由於人員變化太大，沒法再用，於是沒有速度，沒有邊鋒，解決不了。為什麼就左邊不能多用恩古莫哈，右邊多用弗林彭呢？而是讓沒有速度和爆發力的小杰薩去踢邊鋒，真是讓人心疼啊！斯洛特现在這支利物浦確實能力太平庸，面對對方的高壓出球總是匆忙的回傳，後場開大腳解圍，球又出不去。記得過去扎叔克洛普時代，1周雙賽，體力還能撐滿90幾分鐘，100多分鐘。現在1周就1賽，體力到了70分鐘就都不行了，也不知道平時在練什麼。要說對面擺541的密集防守，你就要壓着人家打，最好的方法就是頻繁傳中或者禁區外遠射，
可這倆進攻手段今天是一點都沒看到。老 K 過去說過一句話：皇馬的阿隆索，利物浦的斯洛特，下課只是遲早的問題。如果他倆暫時不下課沒有關係，咱們就繼續看唄。下窗再看看本賽季到底能打到什麼成績。這一場打利兹联队，利物浦拿到了預期进球 1.96， 也是本賽季英超没进球的比赛當中預期進球最多的。截至目前，英超本賽季已經有3場比賽被零封了，另外2場是0-3不敌曼城，0-3不敵諾丁漢森林。而对面利兹联队的守门員盧卡斯·佩里，这也是他本赛季第3场零封，是过去4個月來的第1場。对了，有意思的是今天這種英超當天4場比賽有3場0-0，也是歷史上的第2次，上一次還是2010年的4月11日。所以兄弟們呀，老 K 有時候忘了預測，這種影響力真的大呀。今天也導致本輪比賽中大量在上半區的球隊集體剎車，除了領頭羊阿森納4-1痛擊第3名的阿斯頓維拉以外，剩下的上半區球隊全部打成平局。從上往下數，本輪英超成功贏球的球隊要數到第11名的埃弗頓，他們客場2-0擊敗諾丁漢森林之後，從第11攀升到了積分榜的第8位。所以聖誕假期一過，阿森納就開始了衝刺，開始拉開了距離。對了，由於之前利物浦各項賽事4連勝，所以這場平局也讓他們無緣拿到5連勝。不過仍然連續8場比賽保持不敗。但是這8場不敗只有利物浦球迷知道，斯洛特的運氣事業運有多好。過去克洛普時期，利物浦基本就是靠邊路進攻，中路滲透很少打。利物浦的中場缺乏創造力，像串聯組織、進攻傳威脅球，利物浦非常缺乏這樣的球員。麥卡里斯特就是差點意思。而現在從德國引進的維爾茨狀態低迷，水土不服，還扛不了大旗。在邊路放走了路易斯·迪亞斯的情況下，現在利物浦是邊路和中路都沒有了，能有好成績那才怪了。利物浦今天上半場全跑左邊，下半場全跑右邊，有戰術你也打不出來呀。就看到場面上全是靠單兵作戰，被保級隊壓着打也是沒誰了，一腳像樣的威脅射門甚至都看不到。今天誰也不想聊，就稍微表揚一下上场10分鐘的恩古莫哈。就這上來不到15分鐘，比加克波和維爾茨整整90分鐘的作用還要大。所以強烈呼籲加克波就不要踢了，讓恩古莫哈連打3場主力試一試。現在17歲的恩古莫哈從去年切爾西轉會到安菲爾德，當時就讓切爾西非常惱火，隨後就禁止利物浦的球探參觀在科巴姆訓練基地的青訓比賽，甚至有傳言在訓練賽恩古莫哈能夠把66號公路阿諾德過到破防。只可惜生不逢時呀，如果是扎叔克洛普還在，他調教2年那不得起飛呀。這孩子是真有天賦，身高只有1.70米，他的邊路過人是少有的亮點，看着非常靈動，突破非常絲滑，速度也快，1對1絕對是好手。那麼恩古莫哈咱們稍微介紹一下，他是出生於2008年。過去在他小時候還沒成名的時候，有一位非常著名的球探就曾經評價說，如果恩古莫哈是在巴西踢球，就像埃斯特旺那樣，而不是在英格蘭，那麼豪门早就準備好6000萬歐元以上的報價了。所以這句話就非常形象地說明了他的天賦等級類型是非常典型的南美風格，腳下技術極其花哨而且實用，這在英格蘭本土青訓中現在非常罕見。他的盤帶極其犀利，速度和1對1過人能力非常強。簡單說就是帶球的時候球就像粘在腳上。由於過去他是切爾西青訓皇冠上的明珠，切爾西為了留住他做過大量工作，但利物浦最終成功說服了他。據說為了他，利物浦打破了過去的青訓薪資結構，具體的巨額數字沒有公開，但也被認為是歷史性的，這才簽下了恩古莫哈。這對切爾西來說是個極其巨大的打擊。許多藍軍球迷將他的轉會視為切爾西俱樂部近年來最大的失誤之一，甚至將他和失去了穆夏拉相提並論。想想穆夏拉和恩古莫哈如果仍然在切爾西，再加上埃斯特旺，那将是什麼樣子？老 K 记得幾年前恩古莫哈還在切爾西的 U16 的時候，切爾西傳奇隊長特里就對他讚不絕口，在社交媒體上公開稱恩古莫哈是頂級球員 Top Player。 要知道通常情況下名宿不会輕易誇讚太年輕的小孩，以免捧殺，可是約翰特里的配書絕對是情不自禁。而到了利物浦隊之後，16歲的恩古莫哈晉升速度就像坐火箭，剛剛滿16歲不久，就在一線隊和薩拉赫等巨星一起訓練。他還打破了多項最年輕紀錄，例如歐冠最年輕的出場紀錄，
還有恩古莫哈在足總杯和英超的首秀都极其早，甚至還有過绝杀纽卡的高光时刻，這也成為英超最年輕的絕殺者。英國媒體經常形容恩古莫哈是後衛的噩夢，是腳踝的終結者。他特別喜歡在左路拿球，然後內切或者下底，動作頻率極快。而且過去在切爾西青訓時期恩古莫哈就經常模仿 C 羅的咻的慶祝動作。所以恩古莫哈是利物浦為了後薩拉赫時代儲備的核武器，不僅僅是一個有潛力的小孩。簡單說，切爾西球迷對失去他有多痛心，那麼利物浦球迷就有多開心。從今天13分鐘的出场時間看，老 K 正是為他背書。假以时日，也許他不比埃斯特王差多少。好，今天另一場英超，曼城0-0戰平桑德蘭。雖然丟掉了2分，被拉大了和阿森納的距離，但是今天曼城球迷的心裡應該是欣喜的。因為羅德里復出了，而且表現的狀態不錯。就以賽後瓜迪奧拉的話來說，羅德里在中場通過穩定的接應和節奏控制，提供了我們非常關鍵的第二腳出球，這幫助曼城在對方高位逼搶下能夠完成推進，從而打破了防線，並為前場也創造了更多跑動和進攻空間。下半場我們曼城踢得很好，明顯好了很多，對方的身體对抗非常強，非常硬朗，這並不令人意外，我們接受這個結果，拿到1分，賽季還很漫長。下半場我們的表現非常出色，只是把握機會不夠好，在小禁區內沒能做到進球。好幾次我們在小禁區內直面門將或者防守球員，卻始終無法完成進球。當然，對手桑德蘭的威脅也非常明顯，他們確實很強。不過我對球隊的表現非常滿意，尤其是下半場，能在這座球場面對這樣的對手創造出這麼多機會，特別是下半場，這是積極的信號。而桑德蘭也在拿到1分後繼續排名英超第7。另外一方面，曼城也已經和伯恩茅斯就塞门約的轉會達成原則協議，預計24小時內就會官宣。所以曼城不要急，4分的差距說大也大，說小也小。不過今天被桑德蘭拖住，必須要說一說桑德蘭的隊長扎卡，這是過去槍手阿森納的隊長。今天他的防守，他的門前頭球輕點回傳門將，真是騷啊！80多分鐘的時候，隊友倒地，桑德蘭的反擊沒有打成，球回傳到扎卡腳下。扎卡左右看了2眼，沒有長傳的機會，也沒有空當，隊友的陣型也撤不回來，索性就把球一腳踢出邊線，接着閒庭信步走到事發地，和裁判在那兒嗶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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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對手羅德里等人談笑風生，整個過程一氣呵成，非常的高端。這一看就是見過大場面的真正的隊長。所以前幾年扎卡在阿森納和球迷們鬧翻了之後，我就非常欣賞他。老 K 就喜歡這樣有性格的人。而且說實話，他在場上從來都是付出，從來都是120%的付出。不管當時阿森納球迷有什麼理由，個人覺得扎卡就是任何球隊都不應該失去的隊魂一樣的人物。這剛剛從勒沃庫森到了桑德蘭，又當隊長，而且作用還是那麼大。最近他還回應了一位桑德蘭球迷在 TikTok 上面發布的關於自己父親去世的感人的視頻。扎卡評論道：“我們會為了他戰鬥，在每一場比賽。”那麼視頻的作者也回應說：“沒說的，感謝你隊長。”那麼33歲的扎卡雖然去了勒沃庫森2年，但是已經達成了個人英超第243次出場，超過了過去瑞士籍球員的記錄。而且本賽季的英超只有毕费和切爾基這2個人的助攻數超過了扎卡，他的5次助攻也是自2009到10賽季以來桑德蘭球員在1月份之前在頂級聯賽中的最高助攻數。就场上看見扎卡作為隊長，他一觸球，球迷就有一種放心的感覺。真的是越老越妖，踢球越踢越聰明，閱讀比賽的能力太強。過去扎卡戰鬥意志太強，在場上可能有些莽撞，這年紀大了呀，又收了脾氣，就有點大師的味道。94分鐘依然全場飛奔，絕對是最值得敬佩的對手。況且明明已經離開阿森納，還在幫助阿森納爭冠軍。這家伙這防守太狠了，全是堵槍眼類型的。頭球的精度，傳中的質量就不說了，防守端一招一式都是舉重若輕。回想起在阿森納當时扎卡的最後1年就打得非常好，他的傳球，他的體能，他防守上的大局觀，這才叫2個字兒到位。怎麼說呢，這真的是大哥級的人物啊。所以在他的帶領下，桑德蘭今天打出了教科書一樣的鐵桶陣，防守做到了極致。桑德蘭黑貓能夠排名到第7，絕對是有道理的。況且必須指出，非洲杯缺陣了許多人，在這種情況下，桑德蘭還能逼平曼城，防守能力是真強。甚至有時候你都不知道啊，桑德蘭這種陣型，對方該怎麼進球，全是人。
但說真的，非洲杯確實少了好幾個主力之後，桑德蘭的反擊質量大大下降了，否則會更加不好踢。上一次桑德蘭踢阿森納，2個丟球就是硬被桑德蘭給砸進去的，完全不講道理的那種。所以這樣的表現確實值得尊敬。雖然比分是0-0，但比賽看着真帶勁兒。於是1月1日這麼多0-0 ，6個蛋，原來今天是元旦。今天比賽的強度非常高，到了補時階段，桑德蘭依然在維持飛快的高位逼搶，還有防守補位和反擊。曼城的犄角射門運氣也有點不好。今天瓜迪奧拉還給格瓦迪奧爾開發出了新位置，而且效果也不錯。那麼比賽結束以後，踢得最好的仍然是切爾基。他本場嘗試過人8次，4次成功，被犯規2次，均為全場最多，還創造了1次機會、4次搶斷和2次解圍。場上的絕佳機會基本都是切爾基創造出來的。特別是今天羅德里回來之後啊，切爾基是如虎添翼，场面直接從均势变成单方面的压制。只可惜，確實桑德蘭的防守縮得太緊了，禁區裡感覺就11個人一直都在。這麼熱血的比賽，90分鐘看完，你甚至全身都打了雞血。關於羅德里，老 K 過去有擔心羅德里能不能完全痊癒到2年前沒受傷的狀態。可今天看了，懸着的心起碼下去一半。前段時間看尼科·岡薩雷斯踢球，感覺水平已經不錯，但重新看到羅德里踢後腰，你才發現呀，金球後腰踢球那就是舒服。就羅德里在場上的几腳處理球之後啊，你就感覺這才叫球隊的大腦。他一上場作用是立竿見影，除了回追速度有點慢之外，他的實力依舊是金球獎的實力。曼城的球迷已經很久沒有看到過這樣的足球了。尼科·岡薩雷斯是小巫，羅德里才是大巫。即使現在只有巔峰時期的6成功率，但已經是許多人達不到的頂峰了。所以在羅德里受傷之後，切爾西的凱塞多、利物浦的格拉芬貝赫、大巴黎的維迪尼亞、巴塞羅那的佩德里等等，是吧？颇有點東邪西毒南帝北丐的樣子，都想争世界第1中場的名头。可是羅德里回来，你就感覺他才是中神通王重陽。是佩德里是強，維迪尼亞踢的是好，可只要今天你看了這場球，你就知道老 K 說的是什麼意思。這種含金量，這種大腰子，這種安心，看他在場上，曼城球迷這種享受，這還是他復出後不敢使全力，不敢拼身體，但其他能力都在呀。就希望未來讓他先少踢比賽，盡量減少1/2球的拼搶，後面慢慢的狀態會越來越好。因為技術這個東西是不會降低的，真的，組織能力確實是當今足壇第1，就算放整個足壇的歷史也是頂級的。除了今天射門能力沒有展示，其他的能力全都在線。而且你甚至有種錯覺，羅德里的速度慢呀，說明他的選位意識太好了。換句話說，如果防守型後腰需要用速度，說明他的選位意識不夠。好，今天热刺队对布伦特福德仍然是0-0，全场热刺只有3次射正。怎麼說呢？如果曼城那場0-0看着帶勁兒，那熱刺這場就挺惡心的，防守也稀爛，射門也沒有。比賽結束後，主教練和球員們的反應也是麻木的。過去奧波雖然輸球多，但是給熱刺注入了一種贏家的氣質，不到半年的時間已經消失得蕩然無存。本場比賽老 K 一直在想一個事兒，但凡你作為熱刺球迷為托特納姆熱刺這6個字着想，你就不希望利物浦的斯洛特先下課，能不能把下課名額先讓給咱們白鹿巷？哈哈，場上踢球那種磨皮擦癢啊！门将維卡迪奧甚至還因為開球太慢得了1張黃牌。哎呀，要不是為了做視頻，誰會看這樣的比賽？真的是折壽3年啊！而且對面的小蜜蜂也菜的不像話，中場傳接比熱刺好太多了，可是终結能力太弱，有時候莫名其妙的也能把球傳給熱刺，而熱刺居然還能傳回去。哎呀，所以奧波在的時候，當時球迷們還是把話說得太滿。現在呀，哪怕想再看一場奧波的3-5輸球，也不想再看這樣的0-0了。就仿佛是場上2個老太太在搶雞蛋，上半場光吵不動手，下半場一個拿假牙掄對面，一個拿拐棍戳人的腳趾，2個队都好像被进了球就可以走医保一樣，進對方球就需要賠付一樣。還有熱刺的第1突破手庫杜斯，看起來似乎一直在对抗，一直在帶球，實際沒有創造任何威脅，永遠是往人堆裡扎，往人身上靠。賽季初大家吹成了神，現在看無非就是左扣右扣，其實很多球已經完全扣出人家重心了，他也不過去，或者扣過了又因為沒有速度又被对方粘上來。庫杜斯啊，你看多了真的讓人頭大，還不如斯彭斯有威脅。總覺得好像是盡力了，沒有隊友去幫助他。
實際上全都因為自己的無腦帶球，導致必然丟球權。還有熱刺那一堆4、5千萬買來的球星或者叫球員，現在真的不知道是主教練太弱，把好队員带差了，還是球員本來就没水平。這一切都是謎題，只是提醒一句，上賽季熱刺是第17名，本賽季又落到第12名了。如此豪華的球場，如此巨大的投入，妥妥的踢出來一個保級隊的感覺。有意思的是，上半场熱刺球迷還在唱歌，但唱的是多位前球星的名字，包括阿里、登贝萊、戴爾，甚至還唱了前主帥馬丁·約爾的名字。但到了下半场尾聲，唱的只是无聊的热刺。在上半场中间休息和中场哨響的時候，均向自己的球隊發出各種噓聲。最逗的是，賽後熱刺球員帕里尼亞是這麼說的：我認為這是一個公平的結果。說實話，客場面對一支強隊並不容易。我們在英超連續2場零封對手這並不簡單，這一點值得肯定。當然，在進攻端我們仍然需要比現在做得更多。哎呦，我的個媽呀，這什麼球員呀？你是在熱刺踢球啊，兄弟！踢個布倫特福德，你都說對方是強隊，這妥妥就是保級隊思維嘛。現在熱刺一大半的球員教練就是不思進取，得過且過，踢得都爛成什麼樣子了，還自我認知挺良好，一點贏球的慾望都沒有。希望托特納姆熱刺的老板趕緊聽聽老 K 足球新聞，把我請過去當體育總監吧，給我一點權利，主教練換掉，球員不行的我給他換掉，一定還給你一個至少布萊頓的水平。運氣好點，咱還能開彩票買到個埃斯特旺什麼的。好，讓我們再看一下轉會市場。今天羅馬諾 Here we go， 熱刺的前鋒布倫南·約翰遜即將加盟水晶宮，轉會費3350萬英鎊。2023年夏天，他是從諾丁漢森林加盟熱刺，107場比賽，27個進球，18個助攻，其中包括了上賽季歐聯杯決賽1比0擊敗曼聯的制勝進球。布倫南·約翰遜關鍵是技術太差，沒有持球能力。速度雖然快，搶點雖然強，但是盤帶沒有。如果安排他弱側進禁區接應、搶點還有補射，那麼數據上進球就挺多的。這是過去奧波的一招，但這樣的球員吧，留在隊裡實在是浪費時間，賣了是對的。老 K 如果做體育總監呀，就一句話：持球能力和帶球能力，技術絕對是第一位的。OK， 另外利物浦方面即將簽下21歲的中後衛奧多涅斯，轉會費可能達到4300萬英鎊。這位是比利時布魯日隊的21歲厄瓜多爾球員，過去切爾西一直在搶，但切爾西現在已經退出了。同樣也是來自著名的山谷獨立青訓，身高1.88米，80公斤，又黑又粗又壯。這種厄瓜多爾的黑大粗往往值得信賴，搞不好就是下一個范戴克。馬雷斯卡正式下課，在執教切爾西18個月後，雙方確實發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和分歧，局勢無法挽回。最大的關鍵點在於馬雷斯卡告知切爾西俱樂部，他已經和曼城和尤文圖斯方面有過接觸了。不過這一點是因為馬雷斯卡的合同條款規定，他有義務向切爾西報備其跟外部的接觸情況，所以馬雷斯卡承認分別在10月和12月和上述2家豪門的代表進行過會談。那麼聯想到12月馬雷斯卡那句著名的過去48個小時是最糟糕的48個小時，那麼很清楚，這就是在接觸了曼城之後向切爾西施加壓力。切爾西的內部人士也透露，確實切爾西被馬雷斯卡告知，如果切爾西願意為他提供一份待遇更高的新合同，馬雷斯卡就會停止和其他球隊的談判。不過這相當於是坐地起價呀，所以這個提議被切爾西高層當場駁回。馬雷斯卡原合同會到2029年，並附帶1年優先續約權。不過鑑於這次離任的特殊背景，切爾西預計無需支付巨額賠償金。但這也說不準，現在按切爾西高層和老 K 的判斷，大概是馬雷斯卡已經決定了在今年夏天要去執教曼城或者尤文，而且對方給的薪資和各方面的承諾一定是非常好，所以馬雷斯卡到29年才結束的合同，他想用另外的特殊的方式提前結束，所以切爾西和老 K 目前的判斷都是馬雷斯卡應該不會向切爾西索賠巨額賠償金了。但如果到今年夏天馬雷斯卡沒有到其他俱樂部去就任，那就還說不準，到時候切爾西 U21 主帥麥克法蘭可能會臨時帶隊。最有意思的是，現在並列第5的曼聯和切爾西，馬雷斯卡的勝率是 60%，2個錦標他卻下課了。阿莫林的勝率只有 39%， 手裡沒有錦標，他的帥位卻仍然非常的穩。截至目前，英超本賽季已經有5名主教練下課，森林隊竟然獨佔2席，主教練確實是個高危職業呀。
在今年夏天，在當時，科爾威爾遭受了十字韌帶重傷，切爾西卻傾向於信任青訓小將阿桑龐，並不打算引進新援。可馬雷斯卡公開表示，球隊多線作戰必須要補強，堅持要求要簽下一名新的中後衛。從那個時候開始，雙方的關係開始明顯惡化，轉會市場就是雙方的矛盾焦點。在不同的俱樂部，主教練在引援中的話語權各不相同，有些擁有較大的決定權，有些則更多只是提供參考意見。所以上一場戰平伯恩茅斯之後，助教卡巴列羅頂替馬雷斯卡完成賽後採訪。當時官方給出解釋是馬雷斯卡因身體不適缺席，可老 K 昨天的節目也說了，當時這個說法就遭到多方質疑，他只是單純的不願意在這個節骨眼上面對媒體。所以馬雷斯卡這一次在切爾西被解雇，確實是顏面無光，整個公關事務前後的處理非常的醜陋，可以說馬雷斯卡在歐洲足壇的名聲受到了損害。不知道今年夏天曼城和尤文图斯是不是真的會請他去當主帥。那麼馬雷斯卡目前在切爾西內部已經引起強烈不滿。首先就是在戰勝埃弗頓後，他自曝經歷了職業生涯中最糟糕的48小時，且沒有得到支持。這種言論不僅激怒了切爾西管理層，也讓董事會和工作人員感到困惑，沒人清楚他究竟在指責什麼。而目前有消息說線索指向馬雷斯卡當時實際上是在抱怨醫療部門和對球員的出勤管理，這可能是雙方幕後衝突的核心點。像里斯詹姆斯的复出計劃儘管進展順利，可是核心球員帕爾默在對陣拜仁的時候，腹股溝的傷勢加重。此前帕尔默剛剛從傷病中才康復。另外，同時巴迪亞希勒在康復過程中也遭遇了反复。可老 K 個人覺得腹股溝的傷勢是最難搞的。馬雷斯卡就這一點向醫療部門發難，完全說不通，完全就是12月和曼城進行了接觸之後引發的連鎖反應。好吧，執教切爾西馬雷斯卡確實率隊奪得了世俱杯和歐協聯的冠軍。原本計劃是本賽季結束後再對他的執教情況進行評估，可是事情在過去的2周已經走向了崩潰的臨界點。首先成績方面，切爾西近7場聯賽僅勝1場，而且在領先局面下累計丟掉了15分，排名下滑到第5。切爾西管理層認為這種下滑態勢是不可持續的。再加上了解了馬雷斯卡在11月份接觸了尤文，12月接觸了曼城，相當於你是身在曹營心在漢。如果這段時間成績好也就罷了，可成績又7場只贏了1場。現在為了保住4線作戰的競爭力和歐冠資格，切爾西決定果斷換帥。而曼城方面，由於瓜迪奧拉曾經盛讚馬雷斯卡是世界頂級教練，兩人也共事多年。現在馬雷斯卡被認為是瓜迪奧拉離任後的潛在頭號接班人，所以不少人都感到最近幾周馬雷斯卡完全是心不在焉。不過在這裡插一句，從昨天開始，切爾西方面發的通稿對馬雷斯卡不利的新聞評論就沒有斷過，這說明切爾西方面動用的關係在媒體方面確實厲害。那麼多消息全是對主教練馬雷斯卡不利的，但管理層難道啥問題都沒有嗎？這些報道的立場太明確了。DO 方面甚至有獨家消息說，馬雷斯卡曾經2次告知切爾西，他正在和曼城的相關人士洽談，如果曼城主教練職位空缺，馬雷斯卡將考慮執教曼城。這相當於就是對切爾西俱樂部的威脅了。這報道如果是真的，換誰能忍得了？但是換種角度來說，由於馬雷斯卡的合同裡寫好了，如果在外部和其他隊有接觸，又必須有義務告知切爾西，那麼馬雷斯卡這樣的城市是不是按合同辦事呢？所以挺有趣。新年一開始就出了這麼多事兒，馬雷斯卡用自己的肉身給大家放了個煙花，這相當於老婆每次跟你吵架都提醒你，我正在跟隔壁老王洽談呢，如果他跟他老婆離婚，我倆到時候也離婚，我會改嫁老王，你準備一下。所以誰能忍得了？那麼到底馬雷斯卡過去所說加盟以來最糟糕的48小時是怎麼回事呢？也有媒體了解到，他的不滿情緒已經積壓了有一段時間。由於在切爾西，在球員的首發和換人問題上和俱樂部存在分歧，已經發生了多次衝突。切爾西的立场是，切爾西的模式不會改变，所有關於球員選擇的意見都完全基於球員的工作量和健康狀況，並且來自醫療部門，而不是董事會。切爾西的醫療部門有權就受傷或近期复出的球员提出一些具體建議，並且需要反复向馬雷斯卡強調哪些复出的球員需要謹慎对待。可是馬雷斯卡認為俱樂部的問題遠不止於此，還涉及到其他部門。他感受到了來自上級的壓力，要求他輪換陣容，並最終要提升幾名年輕球員的價值。切爾西俱樂部鼓勵自己的主教練要使用全部的球員、全部的陣容，
力爭在所有戰線上都要取得好成績。但俱樂部肯定是否認自己曾經指示過任何教練要選擇哪些球員。總之，馬雷斯卡問題的根源在於切爾西的所有權和發展願景存在嚴重問題。儘管如此，切爾西仍然要堅持以青訓為主的戰略和多俱樂部模式，這最終導致各方陷入僵局。在2026年到來之前，2025年的最後幾天，馬雷斯卡的經紀人豪爾赫門德斯已經開始和切爾西商討主教練離隊的事宜。最終雙方達成一致，切爾西董事會也一致批准了這一分手協議。據了解，馬雷斯卡放棄了部分解約金，這使得切爾西解雇他的成本更低了。馬雷斯卡放棄高額遣散費的決定是為了友好並且迅速地結束雙方的合作關係。切爾西也希望這件事能夠盡快解決。簡單說，什麼意思呢？切爾西不僅要馬雷斯卡帶來成績，而且要求他要練小妖，要搞輪換。但是練小妖本身就是和保證成績是互相排斥的。輪換是可以輪換，但丟了分，戰績崩了，教練還幹不幹？更何況這裡是英超，像曼城、利物浦、阿森納那些25、26歲的當打球員替補去打中下游球隊都得輸球。英超根本就沒有練小妖的環境，特別是頭部的軍團爭四確實太激烈了，一輪換輸球，教練就得背鍋。所以老 K 目前覺得呀，切尔西未來的發展思路可能是個死循環，又想主教練能听话，又想主教練要有能力，而且還要打馬雷斯卡那樣的傳控進攻足球，不好搞，不好搞。就看過去巴薩的主教練哈維願不願意來當這兒皇帝吧。那麼評價一下馬雷斯卡過去的戰績，他在切爾西是92場比賽，55勝16平21負，拿到了上賽季的歐協聯和世俱杯2個獎杯。帶隊1年半，切爾西的淨投入只有8000萬，這接近2年，車路士一直在還前幾年亂花錢的債。馬雷斯卡確實是帶着鐐銬在跳舞，這種情況下依然拿下歐協聯和世俱杯冠軍。雖然過程確實也有各種問題，但從結果來說，馬雷斯卡值得切爾西的球迷尊敬。如若不然，以後切爾西成績更差的時候，大家再回憶回憶今天的感覺吧。現在馬雷斯卡成為了切爾西的阿布，在2022年離開切爾西之後的第6任主教練。他在加盟前剛剛率領萊斯特城拿到了英冠冠軍，並在首個賽季就實現了直接升級英超。而執教切爾西的首個賽季又拿到了歐協聯和全面擴軍後的首個世俱杯冠軍。而來自馬雷斯卡身邊的人的消息是這麼說的：此前切爾西俱樂部高層對他的執教風格非常讚賞有加，堅持稱這種風格能夠提升切爾西球員的水平，並且認為任何繼任者都必須要沿用類似的方法。在波切蒂諾在切爾西奠定了基礎之後，球隊的团隊精神得到了進一步提升，主力球員普遍都喜歡馬雷斯卡。可或許不可避免的是，他在邊緣球員中不受歡迎，一些零星的戰術失誤也引發了一些抱怨。比如25年1月，在慘敗曼城以後，有球員質疑了球隊的人盯人防守策略。而在主場輸給布萊頓的比賽中，切爾西有1名球員被罰下場，馬雷斯卡也表示自己需要改進自己的執教方式。另外，由於馬雷斯卡是一名在家裡說西班牙語的意大利人，所以英語是他的第3語言。那麼在新聞發布會上，他有時候會略顯笨拙。世俱杯期間，當時就有一個令人費解的插曲。此前，他曾經表揚過跟自己關係密切的教練，可是面對墨西哥的媒體，他卻拒絕稱讚切爾西隊內的墨西哥定位球教練貝爾納多·奎瓦。要知道，這位定位球教練是從布倫特福德加盟的，此前切爾西還專門為他支付了75萬英鎊的補償金。那麼人家墨西哥媒體專門問你，就是想得到對自己同胞的稱讚。不知道馬雷斯卡在想什麼，對自己的下屬卻拒絕稱讚。所以上賽季馬雷斯卡也有些失誤，他過於輕描淡寫地低估了當時切爾西獲得歐冠資格的可能性，這顯然激怒了有些雄心勃勃的球迷。還有就是馬雷斯卡對切爾西自己的炸彈小分隊採取了非常冷酷和強硬的態度。雖然這能夠讓切爾西隊內那些不受歡迎的球員確信自己必須要離開，可是像斯特林、像迪薩西這樣的球員，當沒有能夠成功轉會之後，這種做法就適得其反了。因為法律上，切爾西有義務維護自己所有球員的利益。而接近馬雷斯卡的消息人士說，他覺得自己應該得到像阿爾特塔在阿森納、克洛普在利物浦、阿莫林在曼聯那樣的超級的支持，包括在球隊規劃中必須要擁有發言權。比如說，阿爾特塔對阿森納的轉會政策就擁有相当大的影響力。可是這裡是切爾西，切爾西這裡項目才是最重要的。
但不管怎麼樣，切爾西已經開始尋找新任的主教練。美國老板更喜歡讓另一位教練接手，而不是放棄對球隊的任何控制權。現在在尋找新教練的過程中，切爾西已經要求擺脫過去事端不斷的現狀，結束長期以來的動盪局面，聘請一位這樣的主教練，既能夠專注於球隊的執教工作，又能夠認同切爾西俱樂部的運營理念，同時不會擅自偏離既定計劃。這什麼意思呢？說人話，需要個聽話的。像馬雷斯卡上任初期在切爾西就屢屢表現或者說裝作自己非常聽話，所以就這一點來說，切爾西肯定不會選擇像齊达內或者克洛普這樣的明星教練。目前斯特拉斯堡的主教練羅希爾是熱門人選之一，還有波爾圖的主教練法里奧利也是一個考慮的人選。不過波爾圖這邊解約金條款需要花費1300萬英鎊，可能老 K 估計在這種情況下，最可能來切爾西當主教練的還是斯特拉斯堡的罗塞尼爾，因為切爾西的高層是希望主教練更多啟用他們高價引進的年輕球員，兼顧竞技成績，也要兼顧資產增值。但馬雷斯卡在切爾西堅持依賴經驗型的球員為核心，拒絕大幅輪換，這讓矛盾逐漸激化。但是切爾西董事會的要求卻和斯特拉斯堡的主帥羅塞尼爾的執教的特質高度契合。董事會投入了3億歐元引進的20歲左右身價高昂的年輕球員，像19歲的哈托3700萬歐元，21歲的吉滕斯5600萬歐元，22歲的德拉普3500萬歐元，21歲租借自布萊頓的伯納諾特，還有從斯特拉斯堡過來的安德雷桑托斯21歲。這些球員出場時間都非常有限，這讓俱樂部高層非常不滿，極為不滿。切爾西俱樂部想走的是像馬杜埃凱那種模式。2年前馬杜埃凱3500萬歐元從埃因霍溫引進，6個月前夏天以6000萬歐元賣給了阿森納。在董事會看來，切爾西擁有英超最年輕的陣容，主教練必須通過更頻繁的輪換來向外界展示這些球員的價值。可馬雷斯卡的理念更重成績，他認為應當依賴那些經驗豐富的核心球員，這也是過去歷史上切爾西成功時期的做法。馬雷斯卡甚至公開抱怨，在科爾維爾重傷以後，俱樂部竟然拒絕為他引進一名中後衛。所以馬雷斯卡和管理層的裂痕非常大，近期成績下滑，最終成為管理層出手的最理想时機。而在斯特拉斯堡，羅塞尼爾已經證明自己這個主教練並不抗拒董事會給自己安排球員，他成功的激活了安德雷桑托斯和埃埃梅加。不過切爾西的環境顯然更複雜，英超顯然更難，所以俱樂部方面還沒有公開表態，到底用不用羅塞尼爾。不過也有接近切爾西的消息人士透露，如果他們解雇了馬雷斯卡，那就說明新教練基本已經談妥了。事實上也是如此，據說切爾西和羅塞尼爾的接觸已經相當深入，他甚至可能會帶着自己的教練團隊加盟，但是不包括門將教練。切爾西這邊並不介意打亂法甲斯特拉斯堡的賽季的節奏，畢竟法甲跟英超比，跟切爾西比，他們根本不在乎。所以最慘還是斯特拉斯堡的球迷啊！斯特拉斯堡這個兒子根本就不像是親生的。而對馬雷斯卡來說，由於曼城非常的欣賞他，現在就要看瓜迪奧拉在賽季末會做出什麼決定了。如果瓜迪奧拉決定在這個賽季末就離開，馬雷斯卡非常樂意成為曼城的新主帥。但現階段瓜迪奧拉和馬雷斯卡都沒有做出任何決定，瓜迪奧拉正全身心投入在曼城。現在在馬雷斯卡離開切爾西的消息得到證實以後，庫庫雷利亞成為第一個在社交媒體上祝馬雷斯卡一切順利的球員。前鋒佩德羅內托也在社交媒體發文告別馬雷斯卡，感謝你和你的团队所做的一切，祝一切順利。科爾維爾告別馬雷斯卡，感謝你的一切，能與你共事是一種榮幸。桑切斯告別馬雷斯卡，祝願你們未來一切順利。